以后这种零添加零糖的营销擦边行为马上就被国家治理统统消失了。还还好，这是被零添加骗过好多次的枪仔。前段时间呢，某个品牌一款主打零添加的酱油，因为送检被检测出了有害的元素，引发了一些争论。人们纷纷拿着它的外包装质问说，不是说好了零添加的吗？那以后零添加酱油还能不能信了？随后品牌方和监管机构联合抽检，这个结果的省流版本就是元素含量安全，配料合规，我们那个注册商标也是没有问题的，请大家放心。本来这种事儿按照惯例过几天就平息了，但是既然你提到那个商标，然后有人就仔细看了一眼瓶身上那个商标，然后大家就发现，你这个注册商标的那个 R 的位置就很微妙啊，所以你到底是品牌零添加还是品牌零添加？然后就因为这个商标的问题，他又被全网批评说是商标名字存在误导消费者的倾向。在之后网友就开始了百货大摸底，开始仔细研究商品的外包装，然后也发现很多品牌都在这么搞，像是写着零添加的酱油，但是你仔细看呢，下面还有一行小字标明的是零添加防腐剂。还有像是山里来的土鸡蛋，这里边山里来的土是商标，看完之后都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山鸡下的蛋了，还是村里的鸡硬要进山。再然后一旦你发现某某手感是个商标之后，你也会开始沉思，这个面到底是手感的还是机器感的。各位观众也可以在评论区里边晒一下你们见到过的奇葩包装宣传。我们刚才看到这些案例里边呢，有的企业是靠商标来保护自身利益的，也有可能他们是想靠擦边让大家误以为自己是有好的东西。你说你这个心思用在提高产品质量、降低产品价格上该多好啊！不过刚才说的这些呢，都还是比较清奇的，最常见的还是什么零糖、不添加蔗糖这类口号，基本上你看到都会有猫腻。这类标签很容易让我们陷入文字陷阱，误以为是最终产品里边没有糖分，但事实上配料表里边有各种各样的隐形糖。比如果汁类的产品的零糖往往是指在生产过程中没有额外加糖，但其实水果榨成的果汁它本身就是要含有糖分的，产品并没有因为零添加就真的变成了零糖。还有很多商品会标注不添加蔗糖，但是配料表里边你就会发现里边添加了麦芽糖浆或者果葡糖浆或者玉米糖浆之类的糖分，但你要真较真的话，这确实都不是蔗糖，它确实也做到了宣传中的零蔗糖。诸如此类的擦边营销事件呢，真的是屡见不鲜，让我们在购物的时候不光要看包装的正面，还要翻过去看看反面有没有一行小字写着备注。结果现在买个东西比柯南探案都要谨慎呢，各位是不是已经对这种文字游戏深恶痛绝了？那么有观众可能就要问了，商家玩的这种阴招，国家难道就不管吗？问得好，之前是一直都想管的，奈何没有与之相关的明确的法律法规，处理起来也不能够伤其筋骨。现在尚方宝剑有了，终于可以出手了。国家最近修改了食品安全标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加真实、更加透明的食品标签，让我们更好的理解吃进肚子里的每一口饭和每一口饮料。我们来具体看一下新的标准规定了食品添加剂类的东西、不允许添加的东西以及食品中本来就不存在的东西，不准用无、不含、零等词语来宣传，同样不得使用不添加、不使用等同义词。也就是说以后我们应该看不到什么零添加、零糖这类标签了。再比如这个营养成分表强制标示项目，从之前的能量、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钠又新增了2项，分别是饱和脂肪酸和糖。强调我觉得这2个单独展示出来真的是太重要了，非常符合体重管理年的大方向。我举2个鸡翅膀赞成，因为商家都很清楚现在消费者追求健康，最看重的就是糖和脂肪的含量了。但是这个东西消费者是完全无法靠自己的肉眼看出来的，只能够靠营养成分表去猜。而在之前的国家标准里面呢，对这一块是没有强制要求了，于是商家就开始耍小心眼了，把糖归到碳水化合物这个大类里边，把饱和脂肪酸归到脂肪这个大类里边。可是呢，大部分食物像是面包或者奶酪之类的，它们的原料本身就已经有不少的糖和碳水化合物了。然后商家那边呢，再模糊处理一下营养公式表，消费者就更加不知道自己吃的这个东西，它的生产过程中额外添加了多少糖。最后基本上只能靠猜测和口感来判断，或者靠网友的扒皮来了解比如口感难吃的肯定是没有额外加糖的。然后是这个新规定对按份标示的场景进行了规范，每份食品的质量和体积可以按照类别参考食品分量参考值来定量。我们来看一下商家现在都是怎么做的。按照之前的法律法规，营养成分表可以按照每100克或者是每100毫升来标示，也可以选择按每份来标示。于是有些商家的脑子又开始动了，他们会故意把每份设置的很小，比如说大包装里面有小包装的，每份的重量算下来只有10几克甚至几克，而我们消费者在选择的时候会看到每个营养成分的数字都比较小，就会误以为油脂盐糖的含量很低，觉得安全无害无负担，然后哐哐的炫进去。但其实简单计算一下比例就会发现，这个东西比别的按100克标示的产品可能还要高出去不少。好了，这种行为现在也被禁止了。然后还有这个新规定，允许企业采用更加直观易懂的方式对营养标签进行补充说明。也就是说，以后我们可以在营养标签那里直观的看到含有多少卡路里，而不是在自己心里边默默计算多少千焦等于多少卡路里了。等一下，弹幕里面提问，有人知道这个答案吗？
哦，对了，这是一个可选项，不是强制的。但枪仔觉得，按照我们这边商家特别爱在这方面做文章的习惯，一定会出现一些人特意把它标出来，并且加粗放大，强调自己产品有多少卡路里。与之相对应的就是，如果一个产品特别好吃，卖的也特别好，但是却没有说自己什么健康无负担之类的，也没有标明卡路里的，这里边肯定有猫腻。OK， 刚才说的都是枪仔从新标准里面挑的几个例子，更加具体和详细的标准，我把相关的文件放到了评论区和简介里边，大家自取啊。不过呢，大家也不要高兴得太早，因为这个最新的食品标签标准并不会立刻全面实施，而是有2年的过渡期，让商家逐渐适应。我现在已经开始担心，他们会在新的标准下找到全新的语言话术，比如说什么控糖友好型啊、减重期适用之类的。强的我个人呢，还是希望这些商家多一点良心，少一点套路。商家们严格遵守最新的这些标准，不要再动什么歪脑筋了。当然也希望各位以后买东西的时候多看一眼配料表，看看里边到底加了什么东西，至少这玩意儿不会造假的吧。好了，这视频就到这结束了。你还见过哪些商家的小套路？欢迎在弹幕评论区里面一起交流哦。我们下视频再见。